欢迎来到一个关于钱及个人成长的频道。Hello， 大家好，我是欧爸，这里主要是在分享一些学校不会教，而成功人士都会有的财商思维及有关个人成长的行为心理学与优良书籍。这首节奏轻快、旋律动人，在最近非常火的歌是 Ed Sheeran 的 Bad Habits。Ed Sheeran 以吸血鬼的造型来描述在太阳下山后夜生活的欢乐，换来的是天亮后所带来无比的空虚感。坏习惯让自己在黑夜时变成另一个陌生的自己，直到天亮后一切被打回原形。原来自己一直都很孤单，原来自己要的不是这些，而是一份归属感。这首歌不禁让我想到，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哪些坏习惯是一直阻扰着我们，一直在阻止我们成长，一直在让我们偏离正轨，导致我们离成功的道路越来越远，最后只好放弃就地躺平。今天我整理了在社会上大部分卤蛇都会有的9个坏习惯。如果你在事业上常常遇到瓶颈，或是你在生活中也频频遭遇困难，那不妨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说不定能让你找到问题的答案。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或是喜欢这类的影片，欢迎订阅我，并帮我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以确保你不会错过这些资讯。我每周都会准时更新，免费分享富人、有钱人、企业家的财商思维，以及我所阅读过的一些好书。就算你再忙，都能用10分钟快速得到这些资讯，与时并进，让你在这个日新月异、资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不会落后于别人。1. 犹豫不决。鲁莽固然不好，但当你花太多时间下决定时，这并不是谨慎，而是更糟糕的犹豫不决。这会让你陷于摇摆不定中，而做不出决定，落后了其他愿意尝试和愿意踏出第一步的人。会犹豫不决，是因为出现了2种或多种利害相似的事情，让我们无法决定选择哪一种。犹豫不决让我们做事瞻前顾后，让思维束缚着行动，它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痛苦，也会让我们错过许多机会。犹豫的人彷佛做决定很艰难，不妨通过多方面了解事情的好坏，再将你犹豫的事情写在纸上比较其厉害，然后痛快地下个决定，并且坚信你的决定。如果不行，说明这件事情无论选择什么都是正确的。这时你可以采用我在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这部影片里有提到的5秒法则，或是抛硬币来决定。2. 拖延。大部分人的计划都很丰满，但执行却很无感。很多时候拖延就是逃避问题和懒惰的现象。会拖延的主要原因是恐惧失败的完美主义，一直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让自己准备到完美的状态，才会动手去做一件事。做的过程中不允许有任何瑕疵，也不能接受结果的失败。拖延也有一种逃避成功的心理，担心成功需要付出太多，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程度。因为致力于成功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和努力，相对的会牺牲更多休闲时间，于是他们就认为还是站在原地比较舒服。还有一些人，他们通过拖延，比如迟到、不按时完成任务、对规章制度不遵守、对权威不屑，便被动为主动，来获得掌控感。当不愿意去做某件事，但又迫于压力而不得不去做时，他们会用拖延来告诉你自己对做这件事有不满的情绪。拖延会让你把事情累积得越来越多，然后就会越感到无力，压力就会越大，因此你会开始找借口，最后就会产生自我否定的消极想法。可以试着问问自己，为什么不想面对这件事？一定要做吗？有其他解决方案吗？3分钟热度。有句话说，3分钟热度的人不过是从来没有体会过努力坚持到底后达成梦想的快感与喜悦。从小到大，许多事情我们明知道做了会更好，也都知道该怎么做，却总是败在无法持之以恒上，导致怀疑自己是不是意志薄弱或不够进取。其实会有3分钟热度，是因为做这件事所带给你的感受是负面的，要你放弃去做可以让你身心愉悦的事，然后去做着让你不舒服的事，这种感受一定很不好。如果仅靠意志力去控制你的欲望，那么将会无法持久，因为意志力也会有消耗殆尽的一天，它就像肌肉一样，过度使用就会耗尽能量而失控。还有就是对于你的目标不明确即没有动机，这很容易会让你感到没动力，并且中途而废。做事情3分钟热度会让你一事无成，因为你无法坚持做好一件事，总是半途而废，
换句话说，也是在浪费你的时间。我们可以透过将大目标拆分成许多明确的小目标，从简单的事情开始，先建立成就感，建立奖励机制，犒赏自己，与别人一起前进，互相督促勉励。关于习惯与自律的养成方法，我在《自律其实很简单》这部影片中有详细介绍，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下。4. 害怕被拒绝。在人际关系中所感到的刺痛，其实都是与被他人拒绝有关，小至被他人已读不回，大至被朋友或爱人背叛。然而，很多刺痛都是我们捏造与想象出来的。会害怕被拒绝的人，都是把自尊心放在第一位的，做事总是关注于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及反应，导致无法专注在目标上。这样的人对于自己的目标或梦想迟迟不敢跨出第一步，总是瞻前顾后，导致失去了更好的机会，最后只能选择原地踏步。要知道，成功不只建立在你有多么勤奋努力，更多的是你如何与害怕、恐惧的情绪共处。平常要培养自信，相信自己值得被爱，不断的自我鼓励与心理建设。要承认自己有情绪，让自己走出舒适圈，不要一味怪罪自己，并从被拒绝中学习经验。5. 自我设限。不努力，失败就不那么糟糕了。何不换个方式想？只要没有放弃，就不算失败。当你害怕失败、没自信、不敢努力且主动挖坑，就是一种自我设限，觉得反正不努力，失败了也是理所当然，没什么好指责自己的，让自己可以不用承受努力与失败的压力。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自我设限是一种自我保护意识的行为。我们可以接受懒惰导致的失败，但却无法接受自己能力不足的事实，害怕那个努力的自己会在失败的那一刻像个笨蛋一样。然而，自我设限带来的保护是短暂且脆弱的。长期的自我设限会让我们看不清自己的优势与弱点，并且为了维护自尊，越来越倾向完成那种极其简单、几乎不可能失败的任务，于是就逐渐失去挖掘自己潜能、自我成长的宝贵契机，让自己没有竞争力，甚至造成恶性循环。简单来说，在做某件事之前，先给自己设下重重阻碍，并将事后的失败都推给先前的这些困难，这也会让你在执行任务的每个阶段都力不从心。会自我设限通常是有完美主义的人，曾受过严重失败打击的人，及自我价值低落的人。我们可以借由察觉自我设限行为，提升自尊，并启发对整体成就的渴望，来摆脱自我设限，找到自己真正的天赋。6. 逃避现实。人可以短暂逃避现实，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治愈，调整好情绪，重新面对问题，但是不能沉沦在自己的幻想中。当你逃避现实时，就已经看见了事实。你曾经有过以下的感受吗？大量的工作压力让你迷失了方向，身体疲累到感觉无法呼吸，无论是工作、家庭还是朋友间的人际关系都不好，每天总是囚困在不开心的氛围中，不想面对不顺心的状态，只想过着犹如旅行般无忧无虑的生活，生活没有重心，下班后心情特别空虚。当你的生活中有这些状况时，就会让人想逃避现实。逃避现实会有以下几种表现： 1. 喜欢在自己大脑中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没有人懂我，别人都不理解我，这是典型的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2. 缺乏目标，始终觉得自己有后路。 3. 什么道理都懂，但是就是无法踏踏实实做事情，无法把一件事做好做完美，经不住诱惑，耐不住寂寞，做事半途而废。人都是被逼出来的，每个人都会有逃避的心理，只是有些事不得不独自面对，不得不扛起肩上的责任，不得不努力向前走，紧盯着自己眼前的小目标，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去攻克一个个小目标，这会让你做事有成就感。当你做事有成就感时，自然就会有自信。当你有着一个梦想，但你迟迟没有去做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自己的技术不好，是不是要去学习？你觉得自己没有资金，是不是要想办法开源或节流？找到办法然后执行，你会发现真实的世界其实真的挺不错的。7. 找借口。我们在生活中总是有一大堆借口，并用这些借口来解释、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以及自我设限，说明我们为何做不到某件事。爱找借口的人，其实是因为担心自尊心受损。当你放不下自己的自尊心，当你越不想担责任，
越不想面对，就越会找借口。可惜的是，找借口只是掩饰无知与自我安慰的方法，也是阻止你进步成长的绊脚石。想要改掉这个坏习惯，可以针对自己可能会找借口的事项，制定一定的惩罚，以此来避免自己有找借口的机会。很多人在做事情时，都会把目标设定得过高，导致自己达成不了，完成不了后就会为自己找借口。但其实一开始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设定较好达成的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进。在面对事情时，第一时间不要急着找借口逃避，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而是可以给予自己适度的挑战，试着去完成看看。就算最后没有完成，也不要再找理由，而是反思过后再努力。很多时候，真正的原因和借口其实只是一线之隔，找借口只是让你自己短暂的好过一点而已。然而什么是问题的原因，什么是推脱的借口，你比谁都清楚。遇到事情总是找借口的话，永远不会进步，只会原地踏步。8. 不愿意面对挫折。在面对挫折时，你的选择会是让自己死去，或是再活一次。不同的认知会引起不同的情绪反应，大致上可分成以下4种情况：你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而产生愤怒，你失去了某样东西，或是丧失了自我的价值而觉得沮丧，你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或是悲观而感到焦虑，你认为别人对你有负面的观感，或是表现不如自己原先的预期而觉得难为情。如果问大家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而那些令人感到惋惜的大量回答中，我们会发现大家最后悔的是没有现身，没有去面对，没有来得及说出口。《挫折复原力》一书的作者凯文·瑞维奇·安德鲁夏提依据多年的研究经验指出，具有挫折复原力的人通常会表现出以下几种特性： 1. 处在压力之下仍然能够保持冷静，这并非说你不应该压抑自己的情绪，而是你必须做情绪的主人，而非情绪的奴隶。 2. 你相信事情一定可以解决，你对未来有着正面的期望，同时又保持务实的态度面对困难。 3. 正确的解读问题发生的原因，不会一味地怪罪他人或是自责，而是全面地考量各种可能的因素。 4. 善于观察非语言的动作，试着了解对方在想些什么，当下的感受是什么，这是维持人际关系非常重要的能力之一。 5. 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解决问题，可以把事情做到最好。他愿意面对环境，改变环境，而非受制于环境。 6. 愿意跳脱自己的能力限制以及现有的成就，接受新的挑战或是追寻新的成就。 9. 拒绝学习。胡适先生说，人与人的区别在于8小时之外如何运用。有时间的人不能成功，挤时间的人才能成功。8小时之内决定现在，8小时之外决定未来。学习是需要动脑，需要实际去操作的，是痛苦的，需要利用我们娱乐的时间去做不怎么愉快的事，也会让我们联想到曾经因为学习而带来的懊恼、沮丧、愤怒与挫败感，导致大部分的人因为种种的原因而拒绝学习。在现今社会上，有学习才有选择权，没有知识也要有尝试，没有尝试更要走进教室。不是社会发展太快，是我们思维反应太慢。为什么我们思维太慢？是我们没有跟上学习。人生有2大悲哀：结婚之后不再恋爱，毕业以后不再学习。拒绝学习就是拒绝成长。家长不学习会被孩子看不起，并且和孩子有代沟。夫妻一方不学习就会有隔阂，一个人不学习就会与社会脱节，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人活在21世纪，思想在20世纪，究竟学什么？不是学打工的技术，而是学创业的本领。我们要试着放下对学习的恐惧，了解学习的种种好处，并培养学习的习惯，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让自己尽可能快速从学习中获得成就，而减少挫败感，并在学习完后给予自己正向的奖励，以抵消学习带来的痛苦，强迫自己进入学习状态，避免学习前的各种拖延症。如果能找到一个好导师，不仅能帮助我们克服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更能使我们的学习事半功倍，增强信心。以上就是今天我帮大家整理的9个阻碍你成长的坏习惯，你中了几个呢？在改掉坏习惯的过程中，有遇到任何困难，或是有更好的方法，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可以因为这部影片而获得一些启发，或是能对你日后的生活有一丁点帮助，就请你不吝啬地为这部影片点赞，并无私的分享给个你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成长。如果你还想免费得到更多这样可以帮助你达到财富自由的资讯，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这些资讯了。希望大家在今年都能有所成就，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感谢你的观看，我是欧巴，那我们下一期再见。